看懂世界，放对资产。大家好，我是苏涵。就在我们准备这期视频的时候，韩国政坛传来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新闻：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所谓的无人机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这个案子指向的是2024年无人机进入平壤上空的相关行动。法院认为，这和后来他试图宣布戒严的政治危机有关。当然，尹锡悦方面否认了相关的指控，案件也还可以上诉。但是你看这个新闻一出来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韩国总统又出事儿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韩国总统为什么总是没有好下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它几乎把韩国政治里面最核心的几条线全部都压缩到了一起：总统权力、半岛安全、军方系统、检察司法、政党斗争、社会撕裂。为什么韩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世界级企业一大堆，选举制度也很成熟，媒体也很活跃，司法系统也很强大，可是他这个总统的位置却经常像是一个高危职业？韩国总统的悲剧真的只是青瓦台风水不好吗？我觉得不是，它背后呢其实是韩国权力结构的结果。总统的权力太集中了，财阀的影响太大了，检察系统太强势，社会阵营太撕裂，而总统卸任之后又缺少真正安全的出口。所以这期呢，我们要讲的不是某一个韩国总统的命运，而是韩国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咱们先来讲清楚一个词儿：青瓦台魔咒。青瓦台魔咒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它更像是韩国社会对历任总统悲剧命运的一种民间概括。为什么叫做魔咒啊？因为韩国的很多任总统在任的时候权力极大，离任之后迅速失去了保护。有人被刺杀，有人被政变推翻，有人被判刑，有人自杀，有人被弹劾，有人卸任之后被查，有人的家人和亲信被卷入了调查。这种反复出现的命运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韩国总统这个位置真的有诅咒啊？但是如果我们只用魔咒来解释，那就太浅了。真正值得我们看的不是哪个韩国总统的故事最悲惨，而是为什么这种悲剧会反复在韩国总统身上发生。这背后有一条链条：总统权力集中，财阀关系复杂，检察系统强势，阵营政治撕裂，以及他们卸任之后被追责甚至被清算。这5大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韩国总统悲剧的底层结构。也就是说，韩国总统不是单纯坐在权力的顶点，他们更像是站在一个高压锅的阀门上，平时很风光，但是当社会压力、经济压力、政治仇恨、司法追责同时涌上来的时候，第一个被冲击的往往就是总统本人。我们先讲第一层原因啊，韩国总统权力很大，但是任期又很短。韩国总统呢，通常是5年一任，还不能连任。这个制度当然有好处，它可以防止总统长期掌权，防止权力长期的固化。韩国经历过军政府和威权统治，所以对总统权力有着非常强的警惕。但是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副作用，就是总统会有很强的时间焦虑呀，因为他只有5年的任期，5年内他要推动经济改革，5年内他要兑现竞选承诺，5年内他要处理财阀问题，5年内他要面对朝鲜半岛安全，5年内他还要处理对美国、对中国、对日本的各种关系。时间太短，任务太重，问题太多，压力太大，这就会导致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总统在任的时候权力很大，离任之后对他的保护又很弱。在任的时候啊，他们可以任命人事主导政策，影响司法和行政系统。可是，一旦卸任，很快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甚至变成下一届政府最显眼的调查对象。所以，韩国总统制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啊，它给了总统们很强的权力，却没有给卸任的总统们一个足够稳定、足够体面的退出机制。这就容易产生2个结果：第一，在任时这些总统啊容易强推政策，因为时间不等人；第二，他们离任以后容易被追责，甚至被清算，因为权力的保护伞消失了。很多国家也都有总统的政治轮替制度，但是韩国的轮替为什么这么激烈？
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换一个执政团队，而是常常带着一种上一届必须被追责的道德情绪。哎，这我们就进入了第二层原因的探讨了，就是韩国的财阀。我们知道啊，韩国经济的强，很大程度上呢就来自于它的财阀体系。三星呀、现代呀、SK 呀、LG 呀，他们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公司，他们是韩国出口、投资、就业、技术升级、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所以，任何一任的韩国总统都绕不开财阀。但是问题是，总统和财阀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矛盾。总统需要财阀们创造经济增长，因为韩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国家的竞争力主要得靠这些巨型企业冲到全球市场里面去。但是总统又要向选民证明自己不是被财阀控制的，总统需要财阀投资，因为没有大企业的投资呢，经济数据就很难好看。但是总统又要打击财阀的特权，因为普通人会觉得为什么好处都被这些少数财阀家族拿走了？为什么这些大企业可以影响韩国的政治、司法，影响韩国的国民年金，影响韩国的媒体？所以呢，韩国总统经常就陷入一个两难的状态，离财阀太远，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推不动；离财阀太近，又会被质疑政商勾结。这就是韩国政治很难轻松的地方。在韩国呀，总统不是在一个普通的市场经济里面执政，他是在一个财阀深度嵌入国家经济的经济体里面执政。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韩国的总统危机最后呢都会绕到同一系列的词组当中：资金、亲信、大企业、利益输送、司法调查。你看朴槿惠的亲信干政事件，李明博后来的贪腐案件，事后啊都绕不开权力、金钱、大企业之间复杂的关系。所以韩国财阀既是韩国经济的发动机，也是韩国政治的阴影。一个总统想要治理韩国，就必须处理财阀问题。可是，一个总统一旦处理不好财阀问题，他自己也可能被财阀和资金的关系反噬。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个原因啊，韩国的检察系统。在韩国的政治当中，检察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韩国的检察机关长期拥有很强的调查和起诉能力，很多政治人物的命运啊，都和检察系统高度相关。这当然有积极的意义，它说明韩国总统不是天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当过总统也可能会被调查，你住过青瓦台也可能会被起诉。那这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呢，不完全是坏事儿。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社会高度的撕裂，政党轮替很激烈，检察系统又很强势，政治斗争就容易司法化。这也是说呢，政治对抗啊，不只是在韩国的国会、媒体和选票当中完成的，还会进入调查、传唤、起诉、审判这一套的司法流程。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今天是法律追责，明天也可能被另外一方理解成政治清算。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韩国司法调查都简单的说成是政治迫害，那样有点太粗糙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司法程序呢都天然的看成是完全的中立，那样对韩国的认知就太天真了。韩国真正复杂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法律、政治、舆论和阵营情绪常常就纠缠在一起。更有意思的是，尹锡悦本人就是检察系统出身的，他不是传统政党机器里面慢慢培养出来的政治人物，他就是以反腐调查、法律秩序的形象进入韩国的政治中心，最后被选为总统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在韩国，检察系统不只是调查总统，检察系统出身的人也可以成为总统。可是呢，他的命运又反过来说明，即使你来自检察系统，当你成为总统之后，你也可能被卷进韩国政治的巨大反噬当中。这就是韩国政治复杂的一面。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韩国社会本身的撕裂。韩国政治不是简单的左右分歧，它背后有很多历史的伤口。日本殖民的记忆、朝鲜战争的创伤、军政府时代、民主化运动、光州事件、财阀特权、地区主义、贫富分化、南北关系，对美国、对日本、对朝鲜、对中国的路线分歧，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让韩国的政治经常带着强烈的道德判断。很多韩国的政治人物上台，不只是为了管理这个国家，而是为了纠正某一段历史，代表某一类受伤的人，或者为某一个阵营讨回公道。
所以韩国政治里面经常有一种叙事，我不是来妥协的，我是来纠正不正义的，我是来替弱者说话的，我是来清算过去的。这种叙事啊，听起来很有力量，它能够动员选民，能给政治人物带来道德的正当性。但是它有风险，因为每当一方认为自己代表正义，政治妥协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而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是迟来的正义；对反对者来说呢，这就是政治清算。那么对于韩国政治本身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循环，一个阵营上台调查另外一个阵营，另外一个阵营再上台又调查回来。所以青瓦台魔咒不是单纯的个人命运，而是韩国社会撕裂在韩国总统身上的集中爆发。我们接下来看几个韩国总统的人物吧。第一个，李明博。李明博的人生啊，非常有韩国特色。他早年贫困，半工半读，后来进入了现代集团，参与了海外的工程项目，成为了现代集团的高管。后来进入政界，做了首尔的市长，最后呢被选为韩国总统。他的故事啊，很容易就被讲成韩国底层青年逆袭的爽文。但是如果我们从韩国经济的结构来看，它其实代表的是韩国发展主义时代的一条上升的通道。什么通道呢？就是从贫困的家庭出身到教育改变命运，从教育体系里面选拔出来的精英学子到进入财阀系统，再到为国家建设，从为国家建设的精英再到政治权力的顶端，这是一条非常韩国式的路径。它说明在韩国，政治人物经常不是单纯的政客，他们和财阀、工业化、地方治理、国家发展的叙事是深度绑定的。李明博不是在真空当中成长出来的，他是在韩国高速工业化和财阀扩张的时代当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他的后半生的命运也很有象征，一个靠财阀和发展经济叙事走上权力高峰的人，最后也可能被财阀资金、亲信和权力关系所反噬。所以李明博的这条路线呢，我们不能看成是他个人贪腐，或者是他某一个人的悲剧，它更像是一条韩国式的权力循环，从底层到财阀，再到政界，从青瓦台到司法审判，这条线索的背后是韩国经济和政治结构之间长期纠缠的结果。第二条人物线呢是卢武铉和文在寅，这条线的情绪很强，但是我们要讲得很克制。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有很强的人权律师的背景，他们代表的是韩国民主化之后另外一条政治传统，反权威、反财阀特权，强调普通人的命运，强调民主和公平。他们不是韩国财阀体系里面自然生长出来的精英人物，而是站在财阀和权威政治的对立面，代表了韩国普通人、劳动者和民主化运动的另外一条线。卢武铉后来的去世呢，对韩国政治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对于文在寅来说，这不仅是个人好友的离开，也是一种政治使命的继承。文在寅后来上台，一方面延续了卢武铉的政治理想，推动改革，打击财阀特权；另外一方面，他也把前任政权里面的关键人物送进了司法程序。这里面最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对于支持者来说，这是正义，而对于他们的反对者来说，这就是清算。对于韩国政治来说，这是阵营轮替之后最典型的权力循环。文在寅相对的平稳的卸任了，所以有人说他是打破了青瓦台的魔咒，但是我觉得要更谨慎一点，他也许在个人命运上暂时绕开了魔咒，但他并没有真正终结这个循环，因为韩国政治的底层结构还在，只要总统的权力集中，财阀的结构还在，检察系统仍然强势，阵营对抗仍然严重，那么下一轮清算随时可能回来。第三个人物呢，就是朴槿惠。朴槿惠这个案例可以说非常的特殊，她是朴正熙的女儿，她继承的是韩国发展主义时代最强的一段政治遗产。对于很多韩国的保守派人物来说，朴正熙意味着秩序、发展、工业化、汉江奇迹，而朴槿惠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历史想象，但她最后因为亲信干政事件被全民抗议推下了权力的高峰。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它说明韩国总统权力看起来很大，但是一旦公众的信任崩塌，社会动员也会非常的迅速。
烛光集会、弹劾、司法审判这套过程，说明韩国社会对总统权力有着极强的不信任。一旦公众认为总统亲信、财阀、利益输送绑在了一起，那么总统的合法性就会迅速的塌陷。所以朴槿惠的案例呢，不只是他亲信干政的故事那么简单，它背后就是韩国社会对于财阀政治、密室政治、家族政治和权力私有化的巨大反感。韩国总统的危险就在这里，你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社会随时准备质疑你是不是滥用了这种权力。一旦这种质疑形成了社会共识，那么总统就会从权力的巅峰迅速跌落。第四个人物呢，就是尹锡悦。尹锡悦本身啊，就是检察总统，他以前就是韩国检察总长，曾经以反腐调查权力人物、挑战既有政治结构的形象进入公众视野，这给他带来了很强的政治资本。因为在一个不信任财阀、不信任政治精英、不信任前任总统的韩国社会当中，一个检察官形象的人很容易被看作是清理系统的人出现。但是问题是，当一个检察官成为总统之后，他就不再是法律系统的一部分了，他自己也会成为政治系统的中心。他同样会面对国会、媒体、民意、反对党、半岛安全、经济压力和外交路线。那么当这些压力失控了，检察总统也会变成被检察、被审判的总统。这就是尹锡悦案最有象征性的地方。它说明韩国总统的风险不是某一个阵营特有的风险，也不是某一种职业背景可以天然避免的风险。你可以是人权律师，你可以是企业高管，你也可以是总统的女儿，你也可以是检察官。只要你进入了青瓦台，你就站到了韩国矛盾的中心。尹锡悦因为无人机事件一审被判了30年，就是这个结构最新的注脚。当然，他的案件呢还会有上诉，也会有法律程序要走。但是从政治结构上看，这个案例已经可以说明，韩国总统的悲剧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最后呢，我们说说李在明。李在明的人生也非常的有戏剧性，贫困出身，少年打工，工伤致残，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成为了律师，进入了地方政治，再一步步走向了总统权力的中心。他的经历啊，天然带有很强的底层叙事。那为什么这种人物在韩国政治里面很有吸引力呢？因为韩国的普通人压力太大了。我们都知道啊，韩国是一个国家很强势，普通人活得很累的社会，家庭债务过高，教育极度内卷，年轻人不敢生育，老年人不能退休，财阀岗位稀缺，首尔资源高度集中。在那样的社会当中，很多韩国民众期待一个能够从底层爬上来的总统，能够理解他们的痛苦和辛劳，能够替他们对抗财阀，对抗高昂的房价、债务和就业压力，以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平。所以李在明身上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他会成为打破青瓦台魔咒的人吗？还是说他也会成为下一轮韩国政治循环的一部分呢？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还不能下结论，因为对于李在明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在一个高度撕裂、高度集中、高度清算化的政治经济结构当中，能不能让韩国从复仇的循环当中走出来。如果他只是用新的阵营去清算旧的阵营，那么韩国政治呢，可能只是换一批人物继续循环。如果他能够在财阀、检察、民生、司法和社会撕裂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那么他才有可能真正的改变韩国总统的命运。讲到这里啊，我们把结构收回来，韩国总统为什么容易悲剧化？我觉得可以用5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呢，就是权力过于集中了。总统在任时候的权力很大，但是任期只有5年，不能连任，权力强，时间短，压力大。第二呢，就是财阀结构。韩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财阀，总统既要依赖财阀创造增长，又要向选民证明自己能够约束财阀。第三个就是韩国的检察系统了。韩国的检察系统很强势，政治斗争呢很容易变成司法化，法律追责和政治清算之间的边界经常变得非常的模糊。第四呢，就是韩国社会的撕裂，历史记忆、地区分歧、阶层差距、南北关系、外交路线，都让韩国政治充满了强烈的阵营对抗。第五呢，就是复仇政治，每一轮的韩国政权更替都可能带着纠正上一轮不义的道德叙事。这5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青瓦台魔咒。
权力集中、财阀结构、检察系统强势、社会撕裂、复仇政治。所以它不是风水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总统人品的问题，它就是一种政治结构的问题。那最后，我们该如何理解韩国总统的命运呢？我觉得呀，我们不要把它讲成怪谈。韩国总统的悲剧不是因为青瓦台的风水，也不是真的有什么魔咒，更不是因为韩国人天生喜欢清算前任。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曾经太快，竞争太激烈，权力太集中，财阀现在太强势，司法太锋利，社会伤口太深。当一个国家把经济、政治、司法、舆论和社会情绪都压得非常紧绷的时候，总统这个位置就会变成所有矛盾的汇合点。所以，韩国总统呢，不是简单的坐在了权力的巅峰，他们更像是坐在了高压锅的阀门上。平时看起来风光无限，一旦压力失控，第一个被冲爆的就是他们。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总统的命运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悲剧感。他们往往不是单纯的坏人，也不是单纯的好人，他们是在一个高度竞争、高度压缩、高度撕裂的社会当中被推到了最中心的人物。韩国总统的命运真正照见的不是他们某一个人的悲剧，他们照见的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如何在增长、财阀、民主、司法和社会撕裂之间反复寻找平衡。这才是青瓦台魔咒真正值得我们理解的地方。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